欢迎回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即将访问中国，他将是继美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后近期第3位访华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正式官宣访华前，克里已经多次公开表达想要来华的意愿。那么，美国一方面寻求沟通，另一方面却继续在敏感问题上制造杂音。后任美参联会主席查尔斯·布朗再就涉台问题炒作称，将加快提供所谓台湾自卫能力。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我们该如何看待？来看报道。生态环境部12号发布消息称，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将于7月16号至19号访华，双方将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交换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克里话称，访华期间他将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以及其他中方高级别官员会面。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表示，中美就各层级对话与交往保持着沟通，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合力应对。中美曾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过良好合作，共同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美气候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氛围。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克里是2021年拜登政府上任之后首位访华的美方高级官员，此次将是他出任气候问题特使以来第3次访问中国，也是继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后近期第3位访华的美方高级官员，这些都有助于中美关系止跌企稳。作为美国世界超级大国最大的经济国家，那它的发展方向上看的话呢，必须走进气候变化这个领域，才能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发展的秩序。所以现在看的话呢，它需要尽早跟世界第2大的国家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作为世界上2个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中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前，两国为推动国际合作，促成巴黎协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双双设定了各自的气候目标。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美国承诺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2%，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能否成功阻止全球气温持续上升。但是，美国为遏制中国发展，在贸易、科技等方面不断发难，双边合作难以推进。去年，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反对窜访台湾地区，中美气候变化商谈被迫暂停。此后的几个月来，克里多次表露出想要与中方恢复谈判的意愿。直到今年1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应约与美方举行线上会谈，两人就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和合作推动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在内的议题交换意见。今年5月，克里表示，尽管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关系紧张，但中国仍邀请他在短期内访问，就避免全球气候危机进行会谈。6月，在布林肯访华后，克里又急切地通过美媒喊话：“什么时候轮到我？” And so I think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conceivably make some progress that is mutual.Without us, anybody losing any advantage in the process. 谈及克里将访华，美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中之间进行对话，进行高层接触，重新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充分了解彼此，并清楚彼此的分歧，这对两国而言至关重要。That we're responsibly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 I would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美国在目前看，在气候变化这个领域里面，没有太多的朋友。那日本呢是指不上的，靠着欧洲可能也靠不住，所以现在看的话呢，他需要找到一个真实的能够支持在这个领域中去合作和发展的这个力量。那中国应该说是最有利的一个一方。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9号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用行动排除干扰，妥处分歧，用诚意加强对话，促进合作，争取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目前美国方向对中国的对立这个领域，大部分属于非进步性的领域，影响未来发展方向的世界发展方向的这个领域中，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多少作为。这样看的话呢，主流应该是在新的领域中、进步的领域里面展开中美的合作或者是协调。
这样看的话呢，可能才是真正的发展方向。那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中美之间应该有更多的高层的这种交流和交往。不过，对于中美关系是否能随着双方高层互动增加而改善，外界仍持谨慎态度。实际上，美国仍不改恶华本色，持续为两国关系制造障碍。11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名人、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出席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名听证会期间，又拿中国说事，宣称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与暴力极端分子是美国5大国家安全挑战。针对台湾问题，布朗表示支持拜登政府维持长期有效的一个中国政策，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现状能够持续。但布朗却话锋一转称，为支持台湾拥有足够自卫能力，美国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高级整合团队，也在通过国际军事教育、训练与安全合作等方式协助台湾建设非物质性的能力。 And this is one reason why we, in this year's budget submission, we had multi-year procurement. And that's the value of having these multi-years. So you set some predictability for the defense and industrial base, and that'll help us better, help them better plan and ensure we have the capability not only for ourselves, but as we also think about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s well. 今年5月25号，拜登提名布朗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接替即将在9月底卸任的马克·米利。拜登称，布朗是值得信赖的军事战略家和军事创新领袖。我们可以看到，军方的表态和政务的两面性是一致的，所以一方面，那么军方要提升台湾的这种军事能力，所谓的自卫能力，那么这个的话呢，他用以台湾关系法作为依据。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必须要按照政府的口径，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军方的这种两面性的立场，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还会继续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查尔斯·布朗的表态应该说并不是很新兴的东西。目前尚不清楚布朗做出上述表态的意图是什么，但一段时间以来，美方频繁渲染中国威胁，提出强化与台湾方面军事合作的做法已屡见不鲜。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下旬通过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就呼吁美国与台湾方面进行军事网络安全合作，并协助台湾培训军队，强化美台军队的可互操作性与讯息交流等。法案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与国务卿递交一份关于台湾军队的能力评估，对过去10年美国向台湾地区提供和批准交付的军事能力进行评估。此外，法案也要求美国国防部长、美军参联会主席与国家情报总监递交一份评估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地区采取行动的报告，以此来为美国进行所谓军力调整制造合理性。上海战略学者赵宗九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法案中的涉台举措实际上是美方以自身意愿对台军的一种重塑，特别是将多个项目具体化，更值得高度警惕。包括训练的项目，对吧？包括人员的培养，包括机构的建设等等项目。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话，参议院通过的2024财年的，这个报告。就它的本质来讲，实际是武装台湾，提升台湾的所谓的自卫能力，而把台湾的自卫能力已经纳入了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纳入了亚太作战力量的一部分，这个是值得我们警惕的。11、12号，北约峰会一连2天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不过，这场峰会明明与中国毫无关系，但其联合公报却15次扯上中国，鼓吹中国的所谓胁迫性政策构成系统性挑战。对此，中国外交部驳斥公报相关内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摆出事实驳斥北约荒谬论调。值得警惕的是，日韩再次结伴参加北约峰会，并将与北约的个别伙伴合作计划提升到新高度。中方再次强调，亚太地区不需要亚太版北约，敦促北约放弃祸乱亚太的危险行径。当地时间11号傍晚，北约官网发布维尔纽斯峰会公报。公报显示，此次峰会共达成90条共识，主要分为重申北约原则、欢迎新成员、批评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提升国防开支和防御能力4大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与北约毫无关系的中国却在公报中被提到15次。
公报妄称中国的雄心和胁迫性政策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公报还诬称中国致力于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针对北约公报相关内容罔顾基本事实、恶意抹黑中国、肆意歪曲中方立场和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回应指出，北约峰会公报有关内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冷战已经结束了30多年，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却依然保持零和博弈、对抗思维，无视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呼声，逆潮流而动，开历史倒车，不得人心，也注定不会得逞。对于北约荒谬提出的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汪文斌指出，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国是记录最好的大国，并摆出7个不的事实，反问中国何来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我们从未侵略别国，从不搞代理人战争，不在全球开展军事行动，不以武力威胁他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不组建、不参与军事集团，中国何来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呢？北约还在公报中指责中俄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与北约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美西方一些势力动辄拿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说事，汪文斌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就明确强调，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汪文斌还指出，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之上，两国关系超越冷战时期军事政治同盟模式，树立了大国关系范式，这与北约国家大搞小圈子和阵营对抗有本质区别。我们敦促北约停止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挑衅言论，摒弃冷战思维的过时理念，放弃谋求绝对安全的错误做法，不要搞乱了欧洲，又企图搞乱亚太和世界。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出台了新战略概念文件。在这份时隔12年更新的战略文件中，首次提及中国，并声称中国对北约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造成了挑战，对大西洋联盟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并对中国国防建设、经济政策、技术发展等领域多加指责，扬言北约将努力共同应对。实际上，今年北约维尔纽斯公报涉华内容基本上与北约新战略概念文件内容保持一致。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对深圳卫视表示，北约一直以来都被美国当作枪手，在美国将中国看作是最大竞争对手的今天，北约再次扮演政治打手的角色。俄乌危机现在来看，它整个局势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焦灼的，那么就需要树立一个更大的、似乎更长远的、长期性的靶子。那么这个时候，一部分的西方政界、军界就把他们的眼光放到了中国。北约公报一边鼓吹中国是系统性挑战，一边又表示我们仍然对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持开放态度，目的是保护北约的安全利益。就在峰会召开前一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外交事务杂志刊发文章，谈及中国，他明确表示，北约不将视中国为对手，我们必须继续与北京接触，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包括核扩散和气候问题。针对斯托尔滕贝格罕见对华释放接触合作的信号，有分析认为，北约的态度之所以有所变化，与当前美国对华态度大有联系。从上个月到这个月3周内，美国接连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访华。接下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也将到访中国，说明华盛顿正在迫切地寻求改善中美关系。对于这些，北约看在眼里，斯托尔滕贝格自然也识趣地暂时放低了对中国的调门。而且就像美国在经济和全球挑战领域需要中国一样，北约在这些领域也同样需要中国，自然要对中国示好。他当然一方面要把中国视为对手，视为威胁，甚至是大言不惭、明确地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同时呢，他又不愿意丧失中国的市场，又希望中国在那些有利于西方的领域跟西方这些国家继续来进行往来。我们说这种矛盾的心态其实反映了什么？就是西方的力量已经不像过去的殖民时代，或者像我们说这个
霸权主义能够在整个世界占上风的时代。外界注意到，被北约标记为所谓全球合作伙伴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国领导人连续第2年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其中日韩再次结伴参加北约峰会尤为值得警惕。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号在立陶宛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谈，在双方发布的新文件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中，提及网络防卫应对、太空安全保障等16个领域的合作，还写明自卫队扩充参加北约演习和紧急援助的联合行动。报道说，考虑到中国、日本和北约决定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日经亚洲曾披露，日本和北约在2014年签署个别伙伴关系与合作计划，侧重于一些特定领域的合作，例如海上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但军方合作基本上不在范围内。提升后的伙伴关系将使双方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上保持一致。网络、太空、电子战等不受传统地理限制的战线，将成为双方进行更密切合作的领域。此外，北约还寻求与日本就新兴及颠覆性科技协调立场，共享信息，以确保现有的防御结构不会被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量子计算等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所抵消。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同斯托尔滕贝格签订了涵盖11个领域的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尹锡悦12号声称，借此个别针对性伙伴计划，韩国将设立国际网络训练中心，促进与北约的网络安全合作，未来将与北约扩大军事情报共享范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日韩呢，基本上在防务方面是完全紧跟美国的步伐，在美国的指挥棒之下，那么去这个转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其次，对于日韩来讲呢，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希望能够跟西方去加强这种联系。还有一点呢，当然是跟中国的这种竞争，也是希望有一种这个挟洋自重的状态，能够把这个北约的力量引入到印太。12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北约声称是区域性组织，却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加速东进亚太；北约自称是防御性联盟，却鼓动成员国不断增加军费，不停越界扩权，到亚太地区挑起对抗。汪文斌表示，亚太地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靠的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妥处分歧。北约东进亚太只会搅动地区紧张局势，引发阵营对抗，甚至新冷战。亚太国家不欢迎，很多北约国家不赞成北约亚太化，亚太地区也不需要亚太版北约。我们敦促北约立即停止对华歪曲抹黑、编造谎言，放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过时理念，放弃迷信军事武力、谋求绝对安全的错误做法，放弃搞乱欧洲、祸乱亚太的危险行径，不要为自身继续扩张寻找借口，而应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俄乌冲突及强化北约威慑力依然是此次北约峰会最主要的议题。尽管乌克兰全力争取，北约仍不愿在维尔纽斯峰会上为乌克兰的加入开绿灯。乌总统泽连斯基指责北约此举空前荒谬，但另一边，英法德等国却在峰会首日表示要继续对乌提供大额军事援助，既不给乌克兰提供身份，又要继续拱火。北约国家打的是什么算盘？来看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首日开幕致辞时表示，会议将就强化北约威慑力迈出大胆一步，包括就欧洲大西洋防御制定新计划。Allies have also approved the most comprehensive defense pla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se are designed to counter the two main threats we face, Russia and terrorism. 峰会上，北约成员国计划将30万部队置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下，还承诺本国国防支出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提高这个成员国的这个军费开支的水平到它 GDP 的2%，这其实是这个特朗普时期就一直在呼吁这些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要做的，但是一直没做成。所以说，借着这个乌克兰危机呢，美国成功的促使这个欧洲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增加了军费开支，然后这个增强了它的这个部队的战队水平，包括可能要推行一些这个军备的这个更新换代的这些计划。而这些钱啊花到哪儿去呢？这些新更新的装备要靠谁来从谁那儿买呢？
这毫无疑问最可能还是从美国那儿买。所以说，毫无疑问，美国是借着这次乌克兰危机去巩固北约，并且从中渔利的。外界最关注的议题还是乌克兰。11号，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取消对乌克兰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要求，为其加入北约移除其中一个障碍。根据规程，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设定了候选国加入北约这个军事联盟前需要达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指标。北约成员国在公报中还宣布要成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作为危机协调与决策平台。斯托尔滕贝格所说的这个关于这个成员国行动计划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它并不是说你必须得先通过这个计划，你才能获得北约的这个成员国资格，也不是说你通过这个计划你就一定能这个成为北约成员国。就这两者之间呢，它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像芬兰和瑞典，它根本就完全都没有这个参与过任何的这种成员国行动计划，但是它依然就是在提出申请之后。就迅速的这个被接纳，所以说关键他北约要不要这个某一个成员，其实还是看他想不想要。尽管乌克兰全力争取，北约仍不愿在维尔纽斯峰会上为乌克兰的加入开绿灯。峰会首日发布公报称，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并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军事互操作性、民主和安全部门改革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但仍没有给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具体时间表。公报强调，当各成员国一致同意且条件得到满足时，才会向乌发出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也出席了峰会，他此前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北约不为乌方加入北约提出具体时间表是空前荒谬之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回应时重申，加入北约一向取决于条件是否满足，过去各国加入过程也没有附带时间表。他强调，取消乌克兰符合成员国行动计划的要求，已大大缩短加入北约的程序。如今，希望再次落空的泽连斯基仍然没有放弃。他12号在峰会上与斯托尔滕贝格及美、德、法等北约多国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晤，并在会议上火力全开，继续游说各国支持其加入北约，并要求新一批武器装备援助。他这次这个表态呢，应该说没有超出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当时给乌克兰的那个承诺。也是说等你时机成熟了，等你条件允许了，你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结果呢，应该说是完全不出乎预料的。乌克兰其实从任何的方面，它都不具备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这个北约这次呢，连空头支票干脆都不给他开了。怎么说呢？等于是，从2008年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乌克兰领导人为了这么样一个虚幻的这样一个梦想，去充当北约的马先卒。不惜把这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这个命运呢绑在这个北约的这个战车上，其实这个也是令人唏嘘啊。泽连斯基的努力没有白费，尽管在入约问题上掉了链子，但北约成员国纷纷表态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在军事上的支持。参加峰会期间，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7亿欧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其中包括40辆马德尔步兵战车、25辆豹1 A5 主战坦克等装备。德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对乌军事援助国。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11号宣布将再对乌提供一笔价值5000万英镑的援助，内容涉及装备维护以及在乌克兰境内设立一个军事康复中心。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将对乌提供斯卡普远程巡航导弹，这实际上是早前英国援乌的风暴之影导弹法国姊妹版，射程为250公里。但拜登政府在峰会前夕突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则遭到包括英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反对。而就在峰会举行的同时，据塔斯社11号援引俄方官员报道称，乌克兰军队已经使用集束弹药对扎波罗热地区托克马克市进行了打击。对于俄方的说法，乌方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俄防长绍伊古表示，现在乌军决定使用集束弹药，证明其155毫米口径的弹药库已经见底。作为回应，俄罗斯武装力量在与乌军作战时将被迫使用类似武器。他还强调，俄军拥有适应任何条件的集束弹药储备。这个集束弹药虽然说这个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禁止使用的，但是美国、俄罗斯其实一直都没有施加限制。美国向这个乌克兰提供这个集束弹药呢，也是为了，试图呢去攻破这个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东部、南部的这个比较坚硬的、比较这个坚固的这个防线。这个集束弹药投入使用会有什么效果？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个人认为可能会起到一些削弱俄罗斯防御的效果，但是对整个战局来说的话，我觉得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评论北约峰会公报时表示，北约声称不寻求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但是北约早已参与到了对俄冲突中。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人，你好。这次北约峰会好像分歧特别多，那您觉得北约这样会有前途吗？确实啊，这次北约峰会前后似乎分歧特别多。首先是秘书长人选，美英德法就吵闹不停，结果英国防长华莱士就没有入选，现在只能推迟到明年，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退任后再说。第二个呢，就是瑞典入盟，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土耳其更是直到峰会召开前才妥协。第三个就是乌克兰战局了，这是会议的主题，但是分歧也最多。乌克兰要入盟，但美国北约权衡再三，还是不敢接受，只得妥协，先搞一个北约乌克兰理事会，甚至于军援的武器，例如集束弹也有分歧。美国和英国、加拿大都各执己见，最后是关于北约东进亚太在日本设联络处的事，也遭到了法国等的大力反对，也不得不推迟或采取类似乌克兰入盟的妥协处理。其实这种分歧百出的现象反映了北约这台战争机器已经老旧过时。1949年北约先于华约成立，6年之后华约才正式成立。可是华约1991年解散后呢，本应随之终止的北约却依然故我，又熬到今天，而且越发的扩张霸道，还主动发动了几次对外的战争。然而时代大变局已经形成，冷战后每次战争都使美国和北约各国也受到了很大伤害。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和平发展大环境中不断成长，和北约等国相对衰落形成了对比。现在人类又遇到了100年大变局，国际一体化的利益大大超过了各国之间的分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但是美国及北约仍在做着几十年前霸权主义的美梦，这实际上是把30多年前冷战的痕迹刻在船上。过了30多年后，又下深水去寻找当年冷战制造分歧对抗的那个工具箱，纯属是刻舟求剑。其实北约内部也已经不同往日，美国虽然独霸，但力量已不比以前。欧洲也有新欧洲、老欧洲之别，英国又已经脱欧了，土耳其又完全另有独立特色等。尽管去年俄乌开战之后，让北约似乎又重振旗鼓、回光返照，但是倒退不会有出路。凡是开历史倒车的人，无论他曾经多么强大，最终也会失败，都不会有未来。北约东扩，特别是走进亚太，似乎炒作很厉害。那您怎么评估这个事态呢？北约亚太化是一个老话题。10年前美国、日本炒作 TPP 的时候就把它明确定位为亚洲的北约。但今天的结果如何呢？其实所谓的北约走进亚太，是美国及北约各国乃至日本、韩国等对中国和亚洲的错误认知所带来的愚蠢政策。美国和北约的代表等都多次表明，并不把中国作为对手，因为中美、中欧、中日之间本来就不是对手。就在这次北约峰会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女士访华，中美互动就很良好。但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会刻意地放出一些狠话，而且特别把日本又推到台前。其实精打细算的欧洲面对今天大国格局，对于参与亚洲事务兴趣本来就并不高，这在马克龙等人的表态当中多次的提及到。但是作为日本来说，它还是有些特殊的困难和打算。日本是2战无条件投降的一个国家，直至今天日本的和平宪法依然有效，修宪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日本一直希望美国等给自己松绑，而且万一遇到来自朝鲜或中俄的军事威胁的时候，日本过去可以依靠美国，但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等失败主义的那种狼狈表现当中，日本感觉到了不能在一棵树吊死，所以日本从那个时候就加快了和其他比如像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的构建。其实这是日本一种分散美国对它的制约力和领导力的做法，
也得到了美国不得已的谅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形成了一个在日韩有特殊地缘压力和美国实力不断下降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以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表态，换取美国同意其和欧洲等建立类似美日安保合作关系的微妙现象。其实呢，欧洲的态度不积极也有多重的因素。第一呢，就是不愿意陷入中美竞争的陷阱。第二是欧洲在过去朝鲜战争的时候也参与过所谓的联合国军到半岛，当年所感受到的失败教训，他们当然不希望重演。而且欧洲包括美日韩等都是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约走进亚太从根本上就是没有好处的，没有前途的。而正在举行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东南亚10国一定要维持无核化、和平发展的基本格局，不会陷入大国竞争的陷阱。可见，北约走进亚太不仅是错误评估了中国，也是错误评估了东亚，是不符合这个地区实际需要的，也是不得人心、不可能成功的。几十年来，东亚地区和平发展、合作繁荣，大家都提出要搞预防性外交啊，防范外来的干扰啊、挑拨和威胁。美国要在这个地方制造类似乌克兰那样的混乱，牵制中国发展，是无理，就是没有道理；无利就是没有利益，同时无力就是没有它这个实力，它是很难达到目的的。这次北约峰会重点仍然是乌克兰战局，谈到的话题很多。那您怎么样来观察这次峰会对乌克兰战局的作用？这次峰会仍然是以乌克兰战事作为主题，涉及很多问题啊，有大有小。小的呢，就比如说具体到向乌克兰军援的集束弹、F-16战机的配置等等。拜登临来开会前特意访问英国，也涉及到美英这2个所谓最亲近国家之间一些涉乌分歧要化解。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乌克兰入盟。面对泽连斯基强烈的要求，这次美国、北约的态度依然故我，仍然是表示了积极抽象的支持和具体坚决的拖延。最后妥协出一个北约和乌克兰理事会，或者叫委员会，来表现美国、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不敢下场，又要竭力的顽抗，不愿示弱又投机闪躲的矛盾困境。结果搞得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非常不满。俄方今天就强势表态，说将针锋相对迎接北约挑战，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和武器运用上，会使用类似武器予以还击等。而乌克兰的不满是一贯的啦，弄得北约这次在乌克兰问题上是里外不是人啊。其实呢，要评估北约峰会或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作为啊，有一个很简单明了的标准，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利于俄乌战局的停火止战，是不是有利于劝和促谈。即使行动上做不到，但至少要表示这样一个正面的意愿，或者说应该支持俄乌问题停火止战的立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其他就都是在扯闲篇，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奉劝北约的朋友，既然谁都打不赢，不如干脆横下一条心，和中国等国际社会联手，以一个妥善的方式来推动劝和促谈，这才能积极有效地防范核武器的风险。这是检验北约乃至北约峰会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的最重要标准。现在呢，美国和北约啊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他们非常想尽快地摆脱这场战事，因而他们也真心希望中国能出手劝和促谈。但是呢，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对中国的负面批评，这就使得他们面对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美国应该尽快摆脱现在这种尴尬的窘境，就是在公开场合台上演戏的时候对中国说狠话，而台下呢私下跑到中国来，又尽量的表示善意，好话说的也很多。在真金白银的双边贸易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利益互动上，又越做越大，越走越近。而在涉及乌克兰的问题时呢，又总是进退失据，投机闪躲，自相矛盾。这就是美国包括北约各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困境。这既是利益定位的一种错乱，也是认知错误导致的政策的不确定。好，谢谢。日韩澳新4个亚太国家参加了北约峰会，那他们的目的何在呢？北约离亚太那么远，东扩与自身安全有关吗？主持人好，因为美国和北约呢想把影响力拓展到亚太地区，所以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个亚太国家参加北约峰会。
今年呢是第2次，去年呢就邀请参加了。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反对，这次北约峰会搁置了在东京设立联络处的计划。也就是说呀，北约呢还没有在亚太设立据点。但是呢，北约并没有死心，还是呢想通过与亚太国家签署所谓的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协议来向亚太地区渗透。比如说呀，这个北约呢就和韩国签署了个别协议，决定推进核不扩散、网络安全、新兴技术等11个领域合作的制度化。韩国呢将设立国际网络训练中心，有望促进韩国与北约的网络安全合作。北约呢在东京设立联络处不成，但是仍和日本商量了有关的事项，以有助于北约和日韩澳新4个亚太国家联络，就地缘政治新挑战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美国和北约拉拢这4个亚太国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要遏制中国。北约秘书长公开说，今年乌克兰发生的事，明年呢可能在亚洲发生，因为中国在日益挑战北约的安全价值观和利益。北约的联合公报上污蔑中国对北约形成系统性挑战。那么北约所谓的亚太要发生类似乌克兰的事，又是指什么呢？大家一看就清楚，是指台湾问题。中国呢对此已经提出强烈的反驳，表示将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北约东扩。中国驻欧盟使团进一步的批驳了北约的丑陋，指责北约呢在历史上有着不良的记录，干涉境外事务，制造对抗。北约呢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亚太地区，恰恰呢充分的暴露了北约的虚伪性和扩张霸权的野心。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北约公报发布以后30架解放军战机就出现在台海上空，其中20多架呢还飞越了所谓的台海中线。这既是向北约东扩的抗议，也是警告北约，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想干涉呢就得受打击、吃苦头。也就是说呢，美国和北约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拉拢合作伙伴，主要是美西方呢想维护霸权，而日韩等国有意靠拢北约，也是要借北约的气势来抬高自己的重要性。对于亚太区域安全来说北约的介入恰恰呢会调高亚太的危险。回来，台军1年1度的汉光军演的实兵操演预计将于7月下旬在全台展开。今年还首度纳入桃园机场等民用机场进行实兵操练。岛内民众痛批台当局使台海局势兵凶战危，并质问究竟是谁提出并推动民用机场纳入军演计划，而背后的目的又是要保护谁？在民进党当局不断推高两岸紧张局势的背景下，近期解放军军机军舰持续在台岛周边常态化活动，震慑岛内台独势力。台军方12号表示，自当天上午7时起，陆续发现解放军空军歼10、歼16、轰6、运8电子干扰机、舰载直升机及无人机等各型机计30架次出海活动，其中23架次飞越所谓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岛西南及东南空域，配合解放军远海训练舰船于台东南所谓应变区外实施海空联训。另外还有4艘解放军军舰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台军方的新闻稿还表示，自11号6时至12号6时，共发现解放军军机38架次，军舰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32架次军机飞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岛西南及东部空域。值得注意的是，台军方本月将进行汉光39号演习实兵操演，11号在台东丰年机场实施备用机场启用预演，有各型军机起降。台军方11号公布，今年的汉光39号实兵演习定于7月24号至28号举行，其中26号首度在桃园机场实施反空机降科目演习，这是桃园机场启用44年来首度被纳入汉光演习。台防务部门作技室联合作战处处长林文煌当天在记者会上介绍称，桃园机场的演习重点是反空降，丰年机场则是备用机场，将聚焦战机起飞、降落和补给。他表示，防护并维持部队的战力是关键。台当局希望通过演习提升台军的战斗力。12号一大早，预演就在桃园机场停机坪煞有介事的展开。
画面显示，机场跑道上聚集一小撮全副武装的台军，大家手持步枪进入警卫状态。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蹲下，预演过程还包括模拟建筑物起火、消防车立即洒水灭火等环节。而在一旁的桃园炼油厂也同步进行基础防护，防止夺取油库的预演。只见厂区内弥散着紫色烟雾，模拟被解放军突袭。据台媒报道，演习由台装甲旅特遣部队担任防卫军，台海军陆战队则担任攻击军，与守军实施模拟对抗。尽管画面所见仅有少量台军荷枪实弹一路小跑，但部分台媒却用场面超震撼为题进行报道。深圳卫视注意到，往年的汉光军演反空降科目几乎都是在台中的清泉港军用机场及屏东满丰农场等地举行，但在12号、19号2天预演及26号演习当天，桃园机场预估将暂时关门，禁航约1小时，大约有60个航班以上会受到影响。当局还要求期间会实施人车交通管制，若民众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演练及交通管制，将罚款3万元至15万元新台币。军演纳入民用机场的消息引发岛内民众强烈不满，他们炮轰民进党暑假机场本就忙，还搞演习，真是扰民。若真的开战，桃园机场应该也没有占领的必要性。岛内名嘴直言，桃园机场被征用为军演重地，再次凸显民进党当局试图把全体台湾民众绑上以武谋独战车上的恶劣企图，口口声声拿所谓威胁说事，实际上是转嫁压力，妄想通过贩卖战争恐惧来收割政治利益。他们这种做法实际渲染的一个东西就是战争危机和战争恐怖。台湾当局他的用心是非常险恶的，那么这种渲染主要是把两岸的这种危机，甚至有可能发生战争，把这个责任转嫁到大陆一方，通过这种转嫁服务他的政治目的。而究竟是谁提出并推动着桃园机场的军演计划呢？岛内舆论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台湾这几年的不管军事演习或措施或者经过或怎么样，完全是美国的要求，因为你整个策略是错误的，因为你采取抗中可以帮民进党维持他的基本盘的选票，所以我们是陪民进党一起投入战争的泥淖。分析指，美国一方面把武器弹药大批量源源不断地卖给台湾，企图将台湾打造成地雷岛、弹药库；另一方面也在开始做弃台落跑的准备。有美媒就报道称，由于担心台海局势升级，美国正在拟定美在台民众的撤侨计划。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近日窜台，重要的议程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桃园机场进行撤离演练。所以那个不是在保卫台湾，也不是保卫机场，是在保卫美国人在台湾，而且台湾里面人口有很多人有美国护照。这些人可以优先离开，比如说赖清德的儿子、孙子，如果在台湾的话，他们有美国绿卡跟护照，他们可以安全离开。这就是美国对台长期战略的两面性，一方面利用台湾作为棋子来牵制大陆，一方面的话，一旦出现问题，台湾随时可能变成弃子。台湾还是应该好好的反思的，特别是台湾人民要看到美国在台湾战略方面的真实的面貌。